美国新国防授权法案包含国会支持台湾防御的声明，显示美台将加深军事勾连。而妄图以美谋独的民进党当局，不仅对大陆军事威胁过度渲染，也试图进一步阻断两岸间的正常交流活动。分析指出，这一系列动作都是为了换取美国支持而制造口实，两岸关系不断恶化，民进党当局就是始作俑者。日前，央视军事报道连续多天关注了解放军在各地展开的年终大考。海军055型驱逐舰南昌舰在黄海某海域进行连续4个昼夜的多科目反潜演练，主要围绕舰级联合反潜、编队输送护航、海峡要道封锁等实战科目进行，武器装备性能得到了检验，实战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报道称，南昌舰在演练中接到敌潜艇活动通报，舰载直升机奔赴指定海域进行搜索。南昌舰运用水声数据处理应用系统，精准判别潜艇噪音，锁定水面航行潜艇。此次反潜演练历时4昼夜，背靠背多科目连续展开，科目设置、对抗性、实战化程度都非常高，检验了南昌舰在反潜作战体系中发挥识别目标、对潜作战指挥、火力协同打击等作战能力，为055型舰艇执行反潜作战探索了方法。此外，海军某登陆舰支队在南海某海域迎来年终大考，考核登陆作战。在报道画面中，船坞登陆舰昆仑山舰、2栖攻击舰海南舰亮相考核现场，登陆舰、直升机、气垫艇协同作战，海陆空3元作战单元密切协同。作为解放军首型2栖攻击舰075型2栖攻击舰首舰海南舰，今年4月入列解放军南部战区，此次是首次参加年终大考，这也引发了台媒的高度关注。台媒注意到，海南舰和现役的071型2栖船坞登陆舰不同，舷号31和航母辽宁舰、山东舰一样，都是双位数字，意味着它们具有相当的战力，将拥有比其他小型舰更重要的角色和地位，执行犹如小型航母般的任务。台湾海军前舰长吕礼士还猜测认为，第2艘075型战舰是对台湾防务的重大威胁，或许比航母威胁还大。他认为，万一台海有事，075型舰将变成大陆东南沿海空军基地攻击直升机的浮动后勤和支持平台。相比之下，大陆的航母打击群的作用不在于针对台湾防御，而在于实施反介入战略，阻绝外国在南海和西太平洋进行军事干预。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表示，075型舰的入役对于中国海军确实如虎添翼，是发动垂直攻击或2栖登陆作战的一件利器。然而，相关战舰的演练和部署都属于正常行动，无需过度解读。075入役与否，或者是跟航母去进行比较，其实没有太大的实质性意义，因为它都是整体作战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它确实可以为解放军提供更多的手段选择的这个空间，但是对于如果台湾当局铤而走险，导致两岸发生军事冲突的话，075入役也好，或者是未来有多少艘航母也好，其实对于结果没有任何的影响。事实上，近期真正导致台湾局势升温的，恰恰是美台军事勾连。最新在美国众议院通过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提出美台军队建立所谓更密切的文化和军事联系，展开实地训练和联合演习，还声称要邀请台军参加2022年环太军演，并采取多项具体措施，以提升台军所谓不对称防卫能力。而针对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美将采取行动，确保武力统一台湾的情况不会发生。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四应询指出，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马晓光说，当前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动荡，根本原因是民进党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美方一些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不断在台湾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采取错误行动，根本上是企图打台湾牌，把台湾当棋子，阻碍中国统一和中华民族复兴进程。马晓光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我们警告某些人不要玩火。
火，玩火者必自焚。在美方的默许下，民进党当局也拉高调门。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近日向台军下达所谓“处处皆战场，时时都训练”指示。他放话称，尽管大陆手握台海战争主动权，但台全军仍要密切掌握所谓敌情，提升所谓自我防卫能力，捍卫台湾安全。此番言论引发岛内哗然。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戏称，台湾最强的军种就是网军，只有网军才是处处皆战场，时时都训练。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台陆军退役中将吴思怀则警告，虽然目前两岸开战的可能性很低，但民进党当局若继续火上浇油，台海冲突或将不可避免。作为这个防务部门负责人，肯定要给自己壮胆了。我们俗话讲的话，就走夜路吹口哨。对于台湾当局而言，一方面肯定要喊着所谓的扩军备战，来渲染一下大陆的这个所谓的军事威胁；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要为在岛内继续增加军费也好，或者是骗取国际的支持，尤其去捞取美国方面的这种政治和军事上的援助，来制造一种口实或者氛围。